我不小心把战神踢进畜生道里，他投生成草原上的一只黑豹。为了赔罪，我只好也下凡变做一只兔子陪他渡劫。黑豹被我养大，唤我姐姐，只是它越来越粘着我。到了发情期，也不愿离巢找伴侣，只整日舔舐我的毛发。后来我的仙力恢复，变为人身，他顷刻把我压在底下，黑色的身躯覆盖上来。阿姐，你既然变作人形，应该什么都受得住了吧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又跟丢了。我在树林里转悠，努力嗅着墨槐的味道，却没注意到有3只野兔跟在我后面。喂，小不点！一只大我1倍的野兔蹦到我面前，上下打量。你从哪里来？我从没见过你这种毛发的兔子。白兔不适合藏匿，在野地里确实少见。跟你没有关系。我没时间搭理它，绕过它走。它舔了舔嘴唇，扑上来把我压住。算了，你看起来也挺可爱的，来和我生一窝崽崽吧。其他2只兔子也凑上来，在我身上嗅来嗅去。我蹬了2下腿，没起来。忽然想起，兔子的发情期是1整年。流氓！不要啊！上方的兔子按住我，蓄势待发。别怕，我很快的。我快晕了，捂住屁股瑟瑟发抖。正纠结要不要用仙法时，一个黑影从我眼前掠过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鲜血就溅了我一身。其他2只野兔很快也断了气。黑豹凶猛地撕咬下兔子腿，居高临下地盯着我，看起来有些生气。阿姐，我不是说过外面很危险，让你不要出来吗？我讪笑了声，墨槐，我也是担心你吗？墨槐丢开兔子，伸出粗大的舌头在我的毛发上舔舐。我身体抖了一下，鼓起脸，声音模糊地训他。我说了多少次，不要舔我的尾巴。他没理我，将我全身都梳理了一遍。阿姐不也没有好好听我的话。说罢，他张嘴含住我，像母豹叼崽子一样往山洞走去。住我们隔壁的灰狼看到这一幕，放声嘲笑墨槐。这世界上恐怕就你一只豹子认猎物做亲人了，还天天把它当祖宗供着，害不害臊啊？我尴尬地摸摸鼻子。一只威风凛凛的黑豹，嘴里老是叼着小它10几倍的白兔，看起来确实有些违和。墨槐轻轻放下我，抬起一双金眸，冷然盯着他。再啰嗦，我就把你和小情人幽会的事告诉你老婆。灰狼噎住，不敢再说话。我卧在干草上，发觉墨槐又在舔毛发，也懒得动了。墨槐，你年纪不小了，也该成家了。他动作一致，把我拱进他怀里。黑色的毛发把我包裹得紧紧，让我有些喘不过气。阿姐是嫌弃我了吗？没有啊。你再说这种话，我就像是惩罚我似的。他轻咬着我的兔耳朵，犬牙在粉色的内耳处缓慢撕磨。我就把你吃了。我倒是希望他吃了我，这样还能尽早脱身。可他半点没让我破皮，倒是我痒得不行，只好求饶，别弄了，我不说了。他这才停下来，满足地抱着我滚了2圈。今天不打猎了，陪阿姐好好休息。我在他怀里叹了口气，不禁为我的未来发愁。这可怎么办？我把战神养成了解控。我原来是天上刚上任的司命。战神下凡渡劫那天来我这里报道。他长得威猛高大，煞气十足，不说话的时候脸黑沉沉，有点吓人。新官上任，面对这第一个办事的神仙，我有些紧张，一不小心施错了仙法，把他投到畜生道。我趴在上头，倒吸一口凉气。战神被我施错的仙法踢到了畜生道，他要是回归神位，不得打死我。我慌得找月老求助，说是月老，其实是月娘。他也惊得不轻，想了半天，给我出了个主意，要不你下去陪他吧。战神虽然投错了，但该渡的劫一个都不会少。你陪着他，让他好过些，说不定回来还会念着你，饶你一命。我觉得有理，就跟随战神下去了。谁知我化身成一只瘦弱的兔子，幸好身上有点仙法，找了许久，终于找到战神。要不说还得是战神呢。投入畜生道，还能投生成食物链顶端的黑豹。虽是黑豹，但也得遵循这苦逼的渡劫要求。墨槐刚出生不久，
就因为身体虚弱被母亲丢弃。我把他捡来，悉心照料他长大。原本想着莫怀长大后自己去繁衍筑巢，我的任务就完成了。谁知道他就这样赖在我身边，一点都不肯离开。我思索了许久，下定决心，既然他不走，那只能我走了。莫怀能独立捕猎后，一般都自己行动，而我就坐享其成，在家里等他带野果回来。之前我担心他会被人欺负，总是放心不下地跟在他后面，可一路跟下来，简直让我胆战心惊。莫怀看不上的小野味，专门找猛兽干架。他一天就咬死了1条巨蟒、2只老虎、4匹莽牛，还能全身而退。看来我真是多虑了，人家是有战魂在的，哪能随便被欺负？若说唯一的弱点，那应该就是我这只没用的兔子了。之前有母豹曾追着莫怀过来求偶，结果看见他对着我一只兔子又亲又抱，那眼神别提多鄙夷了。不行，我不能再耽误莫怀的桃花了。这天早上，莫怀习惯性蹭了蹭我，阿姐，乖乖等我回来。我含糊地应了一声，耳朵却高高竖起，听清他的去向。察觉莫怀去另一座山头后，我快速揣着2根胡萝卜出逃。为了防止他找到我，我还故意在不同的路段留下气味，混淆味觉。奔波整整3天后，我才在一个山洞里歇下来。我慢慢调动体内的神力，想联系月娘把我接回去。可惜之前为了养育莫怀，花费了不少心力，需要一点时间来恢复。幸好我居住的树洞很隐蔽，没有野兽会来打扰我。每天晚上，我都爬到树冠上，一边啃着胡萝卜，一边吸收月色精华，争取早日恢复。一天，我正在洞里酣睡时，忽然被一阵撞击声吵醒。动物们像是受了惊吓，拼命往同一个方向逃跑。奇怪的是，它们都是一些高大的野兽，看起来却像是食草动物被食肉动物追赶一样惊慌。我察觉不对，找到一只小鹿询问缘由。它摇摇头，别提了，有只黑豹像疯了一样，这2天四处抓捕猛兽，问他们有没有看见一只白兔。你说多好笑啊，兔子这么多，再抓一只吃不就完了吗？可那只黑豹把他们打得鼻青脸肿，非要他们交代出来，这简直是我听过最荒谬的事。他有些幸灾乐祸，多看了我2眼。哎，你好像也是只白兔。哈哈，是啊。我机械性的回答，魂已经飘没了。骤然间，我所处的大树猛然摇晃，我抓住树干，往下一望，小鹿已经跑没影了。我心跳加快，目光往旁边移动，正对上一双冷怒狠厉的金眸。我下意识往上爬，树干又震荡起来，险些叫我掉下去。阿姐，是你自己下来，还是我去抓你？莫怀盯着我，透出逼人的冷意。我咽了咽口水，坚持道：莫怀，你要勇敢地走出去，建立自己的家族。你这样赖在我身边，他们都笑你不正常。阿姐离开你是为你好。不正常？莫怀没听进多少，只抓住一个词反复咀嚼。那一只兔子养大豹子正常吗？我叫你阿姐正常吗？相伴多年，阿姐才说不正常，太晚了。她仰头望着我，目光越发晦暗。你我之间本来就是不正常的。我皱着眉，觉得她说话有那么点怪异，又细品不出来。我抬头看向月亮，15的月又大又亮，说不准能借此联系月娘。我咬牙往上跳，心里拼命祈祷神力能快些涌现。慢慢的，我感受到身体的发热，我心头一喜，更进了一步。忽地，一阵狂风吹过，雾蒙蒙的乌云飘来，严严实实的盖住月亮。我傻眼了。阿姐！我后脚一空，后颈很快被叼住。莫怀恼恨怨毒的声音自身后传来：阿姐，你当真要气死我？我被狠狠报复了。莫怀把我搓成个毛球，从这头滚到那头。我愤怒：你干嘛？他抬起肉垫，在我身上轻捻，踩奶。年纪一大把的，踩什么奶？然后我又被他揣到他怀里，全身重重舔舐，不放过一处。我跟洗了个澡似的，全身皮毛都被淋得湿漉漉的，伤害值不高，侮辱性极强。够了！他紧紧箍着我，面无表情。阿姐，
从现在起的每一天，我都会在你身上留下我的气味。方圆百里，任何野兽都不敢伤你，更不敢收留你。我不死心，再次钻空子偷偷溜出去。没走2步路，很快就被灰狼送回来。他小心翼翼把我放回洞里，眼冒绿光，一脸兴奋。老大说了，只要抓住你，就帮我解决2天的晚餐。我以后要逃跑，就难上加难了。莫怀这招真是奸诈。我没好气瞪灰狼一眼，你怎么这么没骨气？嘿，生存面前，骨气算什么？他望见山洞前一片红彤彤的胡萝卜，随口问：这胡萝卜你种的？我没精打采回他：莫怀种的，这2天又开垦了一片。现在看来，就是要把我圈养起来的节奏啊！灰狼目瞪口呆，在我身上又嗅了嗅，立刻反射性的跑得远远的。这都宣示主权了？不是吧？他还真栽在一只兔子身上了，简直是疯了！他摇着头，叹气离开。我一头雾水的转身，正好撞见莫怀回来。他鼻子碰了碰我，围着我转了一圈。阿姐，今天有没有乖乖的？我有气无力，有。他满意地点点头，俯下身，示意我上来，我们去河里洗个澡。莫怀刚下水，几条鳄鱼就吓得连爬带滚，飞速躲到岸上。他熟视无睹，用粗长的黑尾卷起我，悠闲地在水里游荡。战神的战斗力恐怖如斯，一个天敌都没有。我发愁地想，要是他以后反应过来修行被毁，发起火来，那谁能保住我？正郁闷时，我身下的莫怀忽然动作一滞，昏死过去。我急忙下去查看，却听见一道熟悉的声音：别怕，他就是暂时睡着而已。我循声望去，又惊又喜。阿月。他笑眯眯地蹲下，好奇地戳了戳我圆滚滚的肚皮。司命，你看起来过得挺滋润啊。我哭丧着脸，别说这个了，我现在要怎么脱身啊？他收回笑意，认真道：情况我大致了解了，我估摸着战神大人看不上这些未开化的生灵，所以你帮他化形，找个意中人，我到时再为他牵红线如何？一株灵草出现在我面前，落在我手心里，你找机会让战神大人服下，他很快就会化出人形了。莫怀很快醒来了，他一睁眼就把我叼在这嘴里，警惕地巡视四周。阿姐，这里不能久留。我在他嘴里边颠边琢磨，要不要趁机把仙草塞进他嘴里。忽然，莫怀猛地停下，我差点颠进他喉咙里。有人！我定睛一看，还真是个人。那是个昏迷的人类女子，容颜娇美，削肩细腰。我赶紧叫莫怀停下来看看。他有些迟疑：阿姐，我不吃人。是要你救人。莫怀不肯救，我只好自己下去，使出吃奶的力气拽那女子。她在一旁待了半天，看我连10步都没走出去，咬牙拱开我。女子醒后，蹙眉哀叫了几声。我身上怎么这么痛？因为莫怀生拉硬拽，十分不耐烦地把她一路拖到山洞。我不太好意思，拿叶子舀的水给她喝。兔子？难道是一只兔子救了我？她失声惊叹。我摇头，指向外面的黑色背影。莫怀似有所感，转头朝他张开血盆大口，凶猛地龇牙，吓得女子差点又晕过去。果真是你救了我。他自动无视莫怀，将我抱在怀里，痛快地揉搓了一顿。好可爱的兔子，好舒服的手感。他说自己叫叶玉，来寻亲途中不慎被强盗打劫，拼死才逃了出来。我闻着他身上的香气，灵机一动。若莫怀化形成男人，再加上这一出英雄救美，可不是个牵红线的好时机吗？我跑到外头戳了戳莫怀，指着上空，看，那边有鹰。趁他本能张嘴望去时，把仙草塞进他嘴里。莫怀，阿姐，你要想给我东西吃，说一声就好。就是毒药我也。我合上他的嘴筒子，使劲晃，别说话，快吞下。这仙草又长又难嚼，莫怀半天都没咽下去，我只好咬断外面那一截。后面的叶玉伸来一双手将我带走，声音惊恐：小兔子，你可要离这凶物远点。眼见莫怀脸又黑下去，我忙安抚他：别生气，对女孩子温柔一点。他压抑着不耐：我要休息了，让他走。但是人家在外面会被野兽吃的，
今晚我们仨勉强挤一挤吧。他深深吐出了一口气，有些咬牙的嫌弃。阿姐，这个山洞臭气熏天，你最好明天就把他赶出去。怎么会臭呢？我嗅了嗅，皱起眉。美人的味道是有点浓烈，不像是胭脂粉味。但他一抱我，我就犯困。莫怀不知跑到哪里去了，许是气的。不过没关系，仙草就快发生作用了。人形和兽形的心态总是不同的，到时候他就会摆脱对我的依恋。我闭上眼，却怎么也睡不着，体内有股真气窜来窜去，叫人不得安生。我没忍住，跑去外面透气，脚下猝然一空，一路滚到潭边。月光下，平静无波的水面上，清晰地倒映出一个青色少女。我猛然想起，刚刚咬断的一节仙草，好像在推搡间被我咽下去了。正惊慌时，后面蓦然有一股力道将我推入水中，幸好水不深。我想站直身，准备破口大骂，却先被对方托举起来。看清他的面孔，愣了下神。莫怀，你……他黑色的身躯紧贴着我，眼神炽热得发亮。阿姐，你既然变作人形，应该什么都受得住了吧？你胡说什么？话音刚落，我微妙地感觉到，触碰的地方由柔软的毛发变为健硕坚硬的肌肉。由平视到抬头，我眼睁睁看着莫怀变成人，眉眼英俊锋利，轮廓线条冷硬。我看呆了，以前没注意，战神长得还挺好看的。人形和兽形的感受确实不一样。不对，现在两人都是光着的。莫怀察觉到我的抵抗，一手按住我的腰部，额头与我相抵，声音阴哑。阿姐，为什么总把我推给别人？他的眼神哀怨，比潭水还冰凉，可身体却滚烫无比，热得我脸红心跳。我努力让自己清醒，哆哆嗦嗦地给两人变出衣物，可越急越使不上力。我还想板正他的想法，莫怀，你只是误把姐弟情当作爱情，你这是畸形的爱，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。要真在一起，等以后回天上见面，那多尴尬啊！莫怀眸色越发冰冷幽暗，掐着我的后颈，迫使我仰头。阿姐，我真想将你拆之入腹，让你的骨肉永远与我相融。他吻上我的颈边，舌头上的倒刺划过皮肤，激得我浑身发颤。慢慢的，炽热的吻向嘴唇。我昏了头，伸手揽住他，轻一点，胡玉。他眼眸猛地清醒，什么胡玉？我捂住嘴，有些心虚，没什么，我说错了。阿姐，我叹了口气，既然如此，我也不瞒你了，我心里有人，没办法再接受别人。他明显不信，冷笑，你最好能给我一五一十说清楚。我披上外衣，坐到石头上娓娓道来。成仙前，我曾是山里的采茶女，偶然在悬崖下捡到了一只受伤的狐狸，带回去悉心照顾。狐狸伤好后，化作一个少年，拉着我撒娇，要对我以身相许。我想着山中孤寂，就一口答应了，就此相伴了2年。莫怀听后，没什么表情地质问了我很多细节，我一一解答出来，因为那真的是我的过去。我真的爱过一只叫胡玉的狐狸。越问，他脸越沉。后来呢？他死了。我呼出一口气，不太愿意回想起那段记忆。胡玉跑出去玩的时候，不小心被村民砍死了。我凝视着莫怀漠然的脸，认真道：如果你能接受当他的替身，在欢爱时叫他的名字的话，那我可以试着和你在一起。他险些气笑了，盯着我看了很久，最终化为平淡的一句：回去吧。连着几天，莫怀都不见踪影。他果然犹豫了。莫怀自尊心极强，不会接受我这么荒唐的想法。看样子，那只黑豹是回不来了。叶玉问：你要不要和我一起走？以后身边没有莫怀，和叶玉待在一起度过余生，好像也不错。他蹲下来，挠我的头，声音蛊惑：走吧，小白兔，跟我一起走。我眯起眼，舒服的有些昏昏欲睡，点了点头。他抱起我，边朝山下走去，边柔声哄我：睡吧，睡醒就到家了。困意上来，我眼皮子开始打架。阿姐，听到莫怀的声音，我睁开眼，从他怀里跳下，跑到莫怀面前。他又气又无奈地问我：你这次又要跑到哪里去？
哪里去？没打算去哪里啊？我有些迷糊，向他抱怨，我才要问你这2天去哪了，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。我一直在附近，阿姐都没注意到吗？我疑惑地摇头，转身看见身后空无一人，觉得自己好像忘记了什么。阿姐，莫怀低下头，碰上我的鼻子，轻巧地蹭了蹭。我想好了，他平静地说，我以后改名叫胡玉。莫怀表情没有一丝松动。你就尽管将我当成他的替身。我不敢置信，你的意思是不介意我心里有别人？他微合着眼，金色的瞳眸注视着我，温柔且耐心。胡玉只是你的过去，我想求的是你的未来。我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若说对他完全没有感情，那是假的。把对战神的亏欠转移到什么都不知道的莫怀身上，对他来说是不是不太公平？2位真是甜蜜极了，能不能加我一个？叶玉不知何时出现，皮笑肉不笑地望着我们。他诡异地弯起嘴角，面容像波浪一样起伏，变换出许多人脸。叶玉是妖怪，我惊叫不及，一阵狂风吹过，四周就变了模样。盛大的桃花树下，一个貌美的翩翩公子痴情又哀伤地望着我。柳宁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一怔，柳宁是我以前在凡间时的名字。见我一脸茫然，他急着上来提示，我是胡玉，是被你救过的那只狐狸，和你一起生活了2年，你真的不记得了？我再度摇了摇头。他嗫嚅了声，声音低下去，我曾经背叛过你。话还没说完，我就冲上去对他一顿胖揍。你知道自己背叛过我，居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。我和莫怀说胡玉死了，其实是假的，忘不了他更是假的。狐狸天生放纵，在一起没多久后就经常跑得不见人影。有一次，我忍着血肉模糊的脚伤，走了一夜山路才找到他，见到他正搂着一个村妇的腰身，吻得热切缠绵。我那时是在吸取他的精气，胡玉拉住我，飞快解释，柳宁，你信我，那天过后，我就再也不敢用这种方式修行了。我甩开他，冷然道，我那天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接受不了你们狐族的性子，也无力调教。胡玉继续哀求，柳宁，我用500年的修行和上天交换，才换来和你相遇的机缘，求你再想一想。我诧异了一瞬，胡玉竟真会对我用情至此，不过也仅限于此。所以从我在路边捡到你，就是一场骗局。我摇头，胡玉，其实你还是和以前一样。放我回去，莫怀在等我。胡玉变了脸，声音冷淡，你以为他对你就是真心的吗？他抬手挥袖，放出一片幻境，里面出现了另一个我。他正和胡玉站在一起，神色冰冷地和莫怀说话。既然胡玉没有死，那我就要重新和他在一起，你不要再缠着我。我不信。莫怀拦在他面前，警惕地瞥了胡玉一眼。阿姐，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身边。胡玉的幻术很高明，连我甩袖离去的神态都毫无破绽。莫怀盯着我的背影看了一会儿，还是追了上去。胡玉挑眉嗤笑，他连你都不能识破，算得上喜欢你吗？那又怎么样？我冷下脸，没有他，我和你之间也不可能。胡玉微恼，很快勾起嘴角，语气缓和道，没关系，时间久了，你就会明白我的心。在那之前，你就先住在这里。说完，他就化作烟雾消失在我跟前。我在桃林里四处摸索，却始终找不到出口，这才发现自己已经被胡玉彻底囚禁在这里。胡玉不让我离开，吃喝倒是每天都没少。几只小狐狸每天准时出现，战战兢兢地端着食物到我面前。我没苛待自己，边吃边思索对策。诺，今天再看看你那个莫怀又干了什么蠢事。胡玉2郎腿一架，又看起戏。这阵子他总要逼我看莫怀的现状，然后再狠狠嘲讽一顿。我瞪了他一眼，还是没忍住看向莫怀。此刻的我正靠在胡玉怀里，笑意凉薄。莫怀，你整天像条狗一样跟在我后面，烦不烦？我养你这么大已经够辛苦了，难道连我自己的幸福都不能争取吗？莫怀已经维持不住人形，变回黑豹，仍沉默地跟在后面。他脸上多了几道疤，左腿微瘸，
是这2天为了保护他们而伤到的。我攥紧拳头，又气又心疼，恨不得打胡玉一顿。胡玉，我都已经被你抓了，你有必要一直戏弄他吗？他故作委屈，你别冤枉我呀。明明是他自己不愿意离开，非要死皮赖脸的跟着。胡玉凑近我，趁热打铁。柳宁，他这么没用，根本护不住你。你和我在这有吃有喝的，不比跟在他后头打猎强多了。你就跟了我吧。我心里升起一阵火气。我和莫怀在一起就没吃过苦，何况我喜欢他身上的味道，不像你一样一股胡臊子味，呛死人了。你……胡玉气得跳起来，脸涨得通红。好，你喜欢他是吧？那我偏要把他弄死。下一刻，他消失在原地。画面中的我忽然眼神一滞，变得锐利阴冷。我呼吸一紧，胡玉俯身到他身上了。他扯起嘴角，慢慢倒退到悬崖边。莫怀瞳孔紧缩，踉跄飞奔过去。阿姐，小心！等他赶到时，胡玉反过身，借力把莫怀推下悬崖。我心跳到喉咙口，差点惊叫出来。还好莫怀没掉下去。他2只前爪深深扎进岩土里，后爪发力，咬牙撑起整个身体。胡玉惊异地看着他3两步爬上来，还没说出一句话，就被他猛扑在地。终于让我等到了。莫怀狠力咬住他的喉咙，目光森冷，说：“我阿姐在哪里？”胡玉面容惊恐，颈边的血不断涌出，嘴上还逞能：“只要我活着，你永远都找不到她。”莫怀表情没什么波动，利齿却深入几分。胡玉气都不敢喘，忙聚神施法脱离。他回到我身边，脸色煞白。这黑豹是什么来路？竟然一口把我咬得元气大伤。见我还在担忧地望着莫怀，他气得抹掉嘴角的血，怨毒道：“我管他什么来路，今天非要杀了他不可。要是真拼起来，眼下的莫怀还是无法和他抗衡。”我心中叹息，狠下心，你别杀他。我去和莫怀说清楚，让他彻底死心，然后我回来永远和你在一起。胡玉狐疑道：“真的？你也知道，幻术骗不了他。”我语气里带了点恐吓，莫怀真要跟你打起来，你真不是他的对手，何必要弄得2败俱伤？胡玉犹豫了一会儿，答应了。如果你敢骗我，我就杀了他，把你永远关在这里。莫怀已经不在原地，我循着味道在悬崖下找到他。幻术退去后，莫怀就被狼群攻击，被迫退到迷雾弥漫的林子里。他成年以来还没落到过这么窘迫的境地。我挑起体内的神力，注入他的身体去修复。莫怀的伤好了大半，变回了人形。我抚上他的额头，想继续注入时，被他倏然压在身下。莫怀掐住我的脖子，厌烦拧眉，又来送死。我闭上眼，把自己也变回人形。莫怀，快放开我，时间不多了。他望着我微怔，手下力度加大，冷笑了声，越装越像了。幻术中的我刺伤他太多次，莫怀现在草木皆兵，已经分不清现实和虚幻了。我没办法，挺起身，吻上他，一触即离。我强忍着脸红，讷讷道：“这下你信了吧？”莫怀眸光幽暗，逼近我，一字一顿道：“阿姐从来不会主动亲近我。”他自嘲地勾起嘴角。他已经丢下我，跟那只狐狸跑了。就算我被人欺负，暴尸荒野，他也不会多看我一眼。我再次堵住他的嘴，急切地吸吮他的2瓣薄唇安抚，不想再看到他自厌的样子。他由着我吻，却纹丝不动，不肯张嘴，只有一双金眸静静地望着我。我知道他心里有疙瘩，停下来，又不知从哪里解释起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我对胡玉早就没有感情了。他反客为主，按住我的后脑，长驱而入。我敏锐地感觉到胡玉的气息正在逼近。狐狸心眼小，就算我和莫怀决裂，他也不会放过莫怀。莫怀察觉到我的走神，是人的野性尽露，猛烈地裹挟住我的唇舌。他喘着气，声音低哑，眼睛却是雾蒙蒙的。阿姐，你如果再抛弃我，我就再也不会见你。我低下头，没敢应声。阿姐，没时间了。我咬破舌根，吻上他，将血渡过去。
口中快速默念法诀，把指尖溢出的一团白光点在莫怀胸口上。这是我最后的底牌，恢复战神的神力。虽仅3成神力，但打10个狐玉绰绰有余。阿姐，你的身体变透明了，为什么？莫怀仿佛意识到什么，轻颤着声唤我：阿姐，你别睡，我有点害怕，你跟我说说话好不好？阿姐，你不要吓我。以身为咒，一旦破除，原身就会泯灭。我叹息了声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抱歉道：对不起，莫怀，我又要抛下你了。回天庭后，我因神力受损，闭关了3天。阿月来找我，吃了几次闭门羹，干脆硬闯进来。见我瘫在床上发呆，把我拖起来。你一个神仙睡什么觉？任务都完成了，怎么还愁眉苦脸的？我振作起来，疑惑地问：不是失败了吗？我没能让战神经历人间疾苦，也没让他造就什么帝王伟业。元神泯灭后，我的神识回归天庭，偷摸看了眼我死后的状况，只知道莫怀最后把狐玉原地诛灭，其他的就窥视不到了。阿月和我解释，以前的神仙下凡一般要经历怨憎会、爱别离、求不得，但近100年来晋升的神仙少，对他们要求不高，经历过其中一样就行了。我点头，原来是这样。阿月翻了翻命书，夸我：不过司命你还真有一手。战神这爱别离和求不得的痛苦指数飙升，创造了近万年的新纪录。还有这种记录，这什么恶趣味？我忽然想起死前莫怀绝望悲凉的眼神，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难受。阿月看出我的心思，好心提醒我，历劫后的神仙会喝下一情水以平稳道心，绝不会留恋人间的情事，你可不要对他太上心了。是啊，莫怀和战神根本不一样。我出了会神，闷声回他：我明白了。一道金色的旨意忽地出现在半空中：战神今日归位，请诸神前往宴会庆贺。宴会来的神仙特别多，我藏在后面，只看见战神挺拔宽阔的后背，心里有些酸涩。天上1日，地上1年，莫怀居然只活了3年吗？很久没有开宴会，天帝兴奋地喝了不少酒，开始红着脸胡说八道。战神这次历劫十分成功，这都要归功于司命。司命在哪？哪壶不开提哪壶。我硬着头皮，慢吞吞踱步过去。小仙在。天帝指着我，继续大大咧咧说：战神，你得好好谢司命。我头冒冷汗的摆手：不，这都是小仙分内之事。我呼吸紧张，余光瞄了他一眼。战神依旧身躯庞大，煞气逼人。他后退一步，面色平静地做了个揖礼：司命仙君有心了。是莫怀的脸，却不是莫怀。我随口推脱了2句，就飞快退回到位子上了。阿月啧了声，感慨这战神看着凶，但性子还挺大方的，都没计较你搞错他投胎的事。见我没回应，转过头看我，吓了一跳：你怎么哭了？我捏着酒杯，麻木地笑了笑：没有，酒太辣了。他打量我半晌，叹气道：司命，我拿个忘情水给你吧，喝了就好了。我摇了摇头，又灌下2杯酒。阿月忙把酒壶都拿走，警告我现在就去拿，你别喝酒了。他走后，我又去隔壁桌拎了2壶酒，跌跌撞撞往外走。还没走2步，我就被人制住双腕，抵到背后的柱子上，酒壶哐当落地。下一瞬，阴影笼罩上来，唇瓣被压住，又重又狠的碾磨。我挣扎着溢出几声呜咽，拼命捶打面前像堵墙一样坚硬的身体。战神掐起我的下巴，冷厉的黑眸深处暗流涌动，不知是痛意还是恨意。你要喝忘情水？我愣了。后头宾客的声音传来，我担心被发现，奋力推拒他。不行，我们不能。话没说完，又被他再次凶狠地吻上。忽然间，我尝到了极浅的咸味。我心中一轻，抓住呼吸的空隙，看着他：你哭了？没有。他低下头，不让我看清他的神情。我伸手托起他的下巴，小声地说：我的意思是，去我那里。一上他，黑色的尾巴就紧紧捆住我的腰身。我感觉不妙，忙往后退，立刻被他咬住脚腕拖回去。
翻过身，尖牙扼住我的后颈，是野兽控制猎物要害的姿势。粗粝的蛇面慢慢划过后背，似乎下一秒就要吃了我。头上又一痒，我摸上去，气急败坏。你怎么变出我的兔耳朵了？还有尾巴？你……我的眼前一会儿是黑豹，一会儿是莫怀，他跟报复我似的，朝我的要害攻击。阿姐，我恨你，你总是自作主张抛下我，我真是恨死你了。很久以后，我被折腾得有气无力时，听到极雅，几乎微不可察的一句：我好想你。阿月传音到我耳边，把我叫醒。我小心地从莫怀身上起来，踮脚出去。我来给你送忘情水。阿月眼尖地发现什么？哎呀，你这是……我脸红地捂住脖子。莫怀在里面休息。阿月大悟，拍腿鼓掌。做恨是吧？做恨好啊。我摸不着头脑，做恨是什么？他摆手，人间的新说法罢了。既然如此，想必你就用不着忘情水了。他在兜里掏了一会儿，将东西递给我，这个送你，接下来我就等着喝喜酒了。我弯唇一笑，阿月，谢谢你。进去时，我撞上了莫怀四处寻觅的不安眼神。他见到我一愣，重新躺下，背着我只露出满是抓痕的后背，冷哼一声。我微讶，仔细想了想，明白过来，你是不是以为我跑了？莫怀回身抓住我的手腕，恶狠狠地说，我就该把你绑在我身边，让你永远都别想离开我。行啊。我不假思索地点头。我拿出阿月给我的红线，一头绑在他的手腕，另一头绑在我这里。红线闪烁几下，不见了。我喜滋滋地笑，这样我们就永远绑在一起了。他眸光微动，语气却生硬，既然你向我求爱，那我就勉为其难同意了。受伤的猫猫都这么傲娇吗？没关系，顺毛就好了。我揉乱他的头发，在他警告的眼神下啄了一下唇。我也爱你。莫怀番外。第一次见到司命这个小仙时，他觉得很有趣，怯生生的眼睛不敢看他，像只兔子。他说一句，他的身体就抖一下，让人忍不住起了戏弄他的心思。没想到他只是在他施法时恶作剧般说了句，你很怕我，他就被投到畜生道。一只兔子捡到他，养大了他。长大后看到别的野兽议论，他才思考为什么自己一只豹子会被兔子养大。想不通，那就不想了。他只想一直圈着他，舔他蹭他，为他种胡萝卜。但是阿姐真的太讨厌了，老是从他身边逃跑。他一生气，又种了一片胡萝卜，想要噎死他。后来他跟一只狐狸跑了。狐狸有什么好的？又臭又花心。他早就认出来找他的阿姐，故意装了一会儿可怜，阿姐就亲他了，然后在他面前消失得一干二净，一点气味都寻不到。他从来没这么恐慌过。绝望之余，只能拼命安慰自己。阿姐是仙女，以前经常帮他挡祸，说不定过阵子就会重新出现。第一年，阿姐没有回来，他守着一大片的菜地，心想只要他回来，就一辈子为他种萝卜。第二年，他还是没有回来，他在心里哀求，只要再见一面，让他做什么都可以。第三年，他开始恨阿姐了，为什么总是自作主张？为什么总是抛下他，让他这么痛苦地度过余生？要是能再见到他，一定要扒了他的皮，把他的血肉吞吃得一干二净。想着想着，他就慢慢闭上眼睛，再次睁眼，他回归了神位。回忆起过往，他嗤笑凡间的莫怀，竟然会为了一只兔子把自己弄得抑郁而终。他也不打算找司命算账，他可是战神，绝不会计较这种小事。宴会上和司命见面，他的表情保持得很平静，他看着也很淡定。呵呵。接着他听见红娘要拿忘情水给他，他都没喝，他喝什么喝？果然还是想吃了他，把他吞吃下腹。我恨你。他笑得很开心。我爱你。烦死了。只亲一口，谁稀罕？全文完。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